人不行别怪路不平，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。在普通人眼里，这是丧尸危机，但在这个男人眼里，这是丧尸的危机。末日来袭，传统能源完全失效，而小帅却利用丧尸为自己建了一座新能源堡垒。丧尸的口气可以直接作为燃料来烤肉。小帅平静地坐在中间享受着早餐，背后的打工仔又在哇哇乱叫。小帅直接给他画个饼在面前挂着，丧尸到死没吃上肉，还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，而由他驱动的灌溉系统从未停歇过。再来看看发电室，第3个丧尸明显是老油条，拿肉在他面前画饼已经不起作用，无所谓直接开除，连补偿金都不用给，你不做有的是丧尸愿意做。看看这围栏外的一圈圈丧尸，你以为他们是来干嘛的？不都是人才市场来找工作的吗？小帅从储备的实习生中随便拉一个，便顶上了空缺的位置。他没事还爱搞团建，找只丧尸来陪自己打拳。对面这只阿丧明显是优秀员工，陪老板打拳，这打的哪里是拳，人情世故啊！然而领导上面还有领导，小帅也是有工作的。他每天开着改装过的卡车，在外面的世界四处狩猎，时不时还要吃嗑药，以免自己也变成丧尸。据说只有这种军方的药物才能抑制丧尸病毒的蔓延，而他的狩猎目标却并不是丧尸，而是人类。看见有人飙车路过就直接一枪，下车后完全不听对方解释，再补上一发空气炮，以便能顺利活捉。小帅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负责给军方的实验地堡抓捕一些活人，用于血清的研究，将来可以拯救人类。这一次小帅还帮忙抓了一只丧尸士兵，将他摁进舱内，就能瞬间传送到地堡底下。而今天小帅接到了个特殊的任务，疯狂的博士拿出照片，要他去找一对黑人姐妹花。小帅不知道的是，两人中的大姐是一名混种人，也就是丧尸和人类的结合，会不定期失控变异，只有喝下特制的血浆才能恢复人类的理性。只见黑姐刚稳定情绪，一枚炮弹就轰了过来，瞬间将汽车掀翻。原来是小帅已经找到了他们，正当他过来检查时，一枚手榴弹扔了过来，直接将他炸飞2米。一个面具人下车偷袭，两人展开了近战，但还好小帅拿着护盾，完美吃下所有子弹的伤害。小帅开始反击，当面一发空气炮，对方立刻失去意识，摘下面具一看，果然是自己要找的人，黑姐就这么被带走了。小帅完全没注意到车里还有一个人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黑姐突然醒来，趁小帅不备，一招夺命剪刀腿就将他夹住。可这时他却突然变异，小帅挣脱束缚，赶紧掏出了枪，但好在黑姐用残存的理智说自己身上有药，哆哆嗦嗦喝下后又恢复了正常。这操作把小帅都看懵了。小帅把他押回地堡，黑姐再度发狂，拼命反抗了一会儿，士兵扬言就要开枪打断他的双腿。不过还好小帅及时拿出血浆才稳定住他的情绪。看到这些士兵粗暴的处理方式，小帅不禁也怀疑地堡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事实上他确实不知道这些活人被抓来后一直都在遭受非人的虐待，而那个所谓的博士其实已经被病毒感染，被抓来的实验品就是他的药罐子。只见博士拿起一把钢叉，狠狠捅进女人鼻孔里，血液经过仪器瞬间变成荧光色的血清，注射进手臂上，才能抑制他体内的病毒。另一边小帅继续上路，车子却突然抛锚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新能源汽车，不烧油不充电，100公里消耗仅一个丧尸。他拉开油箱，发现丧尸已经昏死过去，肉凑到嘴边都不为所动，看来是已经累死了。扔到路边，举起肉随便转2圈，发个招聘广告，新鲜的劳动力便晃晃悠悠出现了。塞进油箱，戴好口罩，不需要面试，直接办理入职。刚办完手续，背后又来了个应聘者，小帅只能告诉他让他下次来面试。小帅把地堡交给他的桶送到了军方的制药厂，换回几个黄箱子，被要求送到地堡，但没人注意到黑人姐妹花之一的黑妹已经悄悄跟踪到了这里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小帅只能先行赶回家。可半夜睡醒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动静，起身一看，原来黑妹已经跟了过来。小帅再次醒来，他已经沦为了黑妹的人质，在对方的挟持下，只能被迫一起去营救他的姐姐。但黑妹不知道，其实车里有个紧急装置，趁其不备，小帅拉下手柄，黑妹瞬间弹飞出去，接着被一个空气炮直接轰晕。这下黑妹反而变成新抓的实验品，被小帅送到了地堡。可见士兵的动作依旧粗暴。这时小帅看不下去了，他回到车上，拿起空气炮，把这群家伙全部轰飞。而带头的长官更是遭到了狠狠的两脚。完事后，小帅带着黑妹逃跑，但士兵们很快就追了上来，在林间双方展开追逐。小帅开启氮气加速，狂飙了好一段路，但黑妹往后一看，发现压根就没甩掉对方。他知道这回在劫难逃，于是拉下手柄，主动把自己弹飞。没到2秒，后面就直接开炮，眼前瞬间一黑。等小帅醒来时，他已经被绑在树上，遭到了士兵们的报复。但对方却不准备给他来个痛快，而是等着后面的丧尸群走来，慢慢将他啃个干净。一大群丧尸员工汹涌而来，要把资本家小帅撕个粉碎。他双手被吊在树上，靠超强的核心力量使劲抬起腿，丧尸刚好够不着，但人类的体能终究有限，小帅还是没能撑下去。
但在这关键时刻，所有丧尸竟然变得一动不动。此时的角距离丧尸的臭嘴只有0.01公分，仿佛进了时间静止系列的片场。小帅抬头一看，一位老熟人出现了。这站在 C 位的，就是上一部遭到多次实验而意外拥有控制丧尸能力的阿珍。黑妹显然也已经跟他们结盟，虽然互有过节，但双方很快达成共识，打算利用小帅对军方掌握的信息，一起去营救被抓走的黑姐。几人先来到制药厂。阿珍首先发动能力控制周围的丧尸，轻松举枪击毙了附近的士兵，他们顺利进入内部。小帅这时才发现，他平时帮忙运送的桶里竟然全都装着人。旁边的科学家说出了真相，原来这些小帅抓来的人就是为了从他们体内提炼出血清，但这种血清并不能用来治愈，只能用来预防，也就是小帅平日里所嗑的药片，而制作的方法居然是骨头粉。看着周围横尸的骸骨，小帅瞬间明白了什么意思，于是一怒之下连开数枪干掉了科学家。他发誓要让那些人付出代价。紧接着几人换上军装，假装成士兵押送阿珍来到地堡门口，但其实阿珍此时已经利用超能力控制着地堡里的丧尸大开杀戒。等对方反应过来，连地面驻守的士兵也全部被清扫干净，他们顺利进入地堡。黑妹接管了监控室，而其余的几人搭乘电梯，准备直接去救人。这下面关着很多丧尸，靠着阿珍的感应能力，很快就知道了姐姐所处的位置。糟糕的是，阿珍刚走进一个房间，随后铁门立刻关闭，镜头一转，原来是博士在背后搞的鬼。阿珍扭头一看，一只丧尸终结者突然出现，他由博士在背后体感操控，一双巨大的钢钳轻松解决掉了普通的丧尸。阿珍的超能力在他面前也根本发挥不了作用，单看肉搏他完全不是对手。眼看即将命悬一线，阿珍拔下手边的插头，对进终结者的脑门，在强大的电流下，成功断开了博士与他的连接。随后几人顺利汇合，但没成想，在到达目的地前，博士就已经挟持黑姐逃走，并且启动了地堡的自爆程序。时间还剩下30秒，里头的传送电梯只剩下1台可用。阿珍将小帅和黑妹送了上去，然后与老哥一起葬身了火海。另一边，博士带着姐姐来到野外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把制造血清的机器带了过来。因为体内的丧尸病毒即将发作，而黑姐是混种人，血液可以抑制病毒，所以博士将钢叉捅进她的鼻孔，而另一头则直接插在自己这边。机器运转后，血液转化进入博士体内，自此他也成功变成了混种人。博士瞬间发狂，干掉了2个士兵。很快，小帅和黑妹也找到这里，可躺着的黑姐已经没有了气息。博士悄然出现在身后，有了丧尸超强体的加持，他像开了挂一样，两人根本打不过。黑妹被关进笼子，剩下的小帅只能跟他单挑，但这血肉之躯，博士就跟虐菜差不多。没多久，小帅就完全失去抵抗力，成为待宰的羔羊。与所有的故事一样，反派终究还是死于话多，在嘚瑟了好几分钟后，就被一钢管捅穿了身体。原来是黑姐苏醒了，她扑到博士身上，疯狂将对方撕成粉碎。事后看黑姐的眼神就知道她已经失控。小帅被吓得不轻，结果他却主动掏出了一袋血浆，然后喝了下去。姐妹这一刻总算重逢。站起来的小帅看着只剩下半截身体的博士，一枪解决掉了他。随后小帅咳嗽不止，他的病毒也开始发作。他按照习惯拿出药品，但一想到这是用活人做成的，小帅最终还是将其扔掉。绝望之下，他举枪对准自己的脑门。姐妹俩救了他，然后捡起地上的药片递过去。在这末日的世界，要想赎清身上的罪孽，只有继续活下去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